一岛两用情况呢不是没有，比如说海地岛、爱尔兰岛等等，但一岛三用全球有且只有一个。曾经还有华人在这座岛上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，三国共用少见是挺少见，但岛上的麻烦也不少。三个国家为了领土吵得差点就要动起手来，哪怕叫了联合国叫他来帮忙调解也没有用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加里曼丹岛位于东南亚，面积约74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2125万人。加里曼丹岛不仅是世界第3大岛，也是亚洲第1大岛，而且它还是个横跨南北半球的岛屿。最值得让人注意的是，加里曼丹岛分别被3个国家所管控，从北向南分别是文莱、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，而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分属于3个不同国家的岛屿。其实在很早之前，加里曼丹岛就和我国有了联系。当时东晋高僧从印度求佛法回国的路上就发现了这座岛屿。等到明清时期，由于兴起了南洋淘金热，华人罗伯方更是在这座岛屿上建立起了华人第一个共和国，而这个国家也存在了110年，直到19世纪末才在荷兰殖民者的入侵下而灭了国。加里曼丹岛不仅面积大，资源也相当丰富，因为属于热带雨林气候，岛上的植被覆盖率高达80%。动植物种类丰富，而且矿产资源也有不少，比如说石油、金矿、铝土矿、煤矿等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加里曼丹岛逐渐沦为殖民地，直到2战结束，整个岛屿才相继独立。1984年，文莱宣布独立后，加里曼丹岛正式成为了文莱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的共管地。虽然在同一个岛上，但这3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各不相同。文莱是岛上最小的，面积只有可怜的5765公里，只占了岛屿总面积的0.8%。而且整个国家还被马来西亚一分为2。文莱也是唯一一个整个领土都在岛上的国家。马来西亚面积呢就稍微多一点，约19.65万平方公里，占了全岛面积的26.2%。占地最多的就是印度尼西亚了，面积约53.95万平方公里，占总面积的73%。有时候领土多不意味着你就富裕。文莱虽然没多大，但它却是3个国家里面最有钱的那个，人均 GDP 高达3.7万美元。而它能这么富，还是得益于丰富的石油资源。光是探明的石油储量就有11亿桶，还有2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。靠着这些资源，文莱一跃成为东南亚第2大产油国，国民兜里有钱，王室更是富得流油。而马来西亚呢，虽然占地没有那么多石油，但靠着橡胶、棕油，经济还算可以，人均 GDP 有个1.2万美元。最惨的就是印度尼西亚，拿着最多的地，过着最苦的日子，这么大的面积没有给它带来啥好处。虽然有资源，但因为基础设施实在落后，想发展都发展不了，人均 GDP 更是只有4784美元，甚至还不到马来西亚 GDP 的1半，更别说和文莱比了，连车尾灯都看不见。总的来说，虽然大家在一个岛上生活，但日子嘛，那就是各过各的，贫富差距可以说非常的悬殊。除此之外，岛上还有不小的矛盾。虽然3国共处一岛的情况少见，但毕竟是3个不同的国家，而且领土划分划的差距这么大，毫无疑问肯定有人会不满意。毕竟占地儿占的少，不仅是面积小，所占据的资源肯定也少，尤其是文莱，可以说是3个国家里最不满意的一个。为啥嘞？本来这个岛啊，在过去基本都是文莱的领土，只不过因为被殖民者入侵，才导致面积越来越小。所以到现在，对于领土的划分，文莱有不小的意见。比如说，他一直表示拥有马来西亚巴沙州的部分领土，而印度尼西亚呢，也觉得马来西亚的一些岛屿是属于他们的。这块地说是我的，那个岛呢又说是他的，讲又讲不清，谈又谈不拢，结果就导致时常因为领土争端而引发冲突的，弄得3国关系十分紧张。为了让他们安分点，维护好加里曼丹岛的安宁，联合国就曾出过面说想要给他们调解一下。只不过既受限于曾经的殖民文化，又因为里面涉及的利益错综复杂，所以哪怕联合国出面也没啥效果。虽然3国的经济领土差距大，还互有矛盾，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这3个国家都是穆斯林国家，信的呢都伊斯兰教，尤其是印度尼西亚，还是世界上穆斯林最多的国家。而文莱王室曾经还是世界最富有的王室，它的皇宫更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宫，比白金汉宫不知大了多少倍，有1700多个房间，据说里面的马桶都是由纯金做的。所以要是来加里曼丹岛旅游，这里最不缺的可能就是清真寺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点了一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